12月5日星期三，校站方没有特别的物料释出，不过昨天下午，校站工作室有释出一支校站对镜整理头发的影片，羡慕校站人帅真好，我要是常这样一张脸，不止每天被自己帅醒，我一天还得照100次镜子。刷微博时看到有一位网友分享说，近30天，校站工作室视频播放量超5亿，什么概念？5字顶流工作室名副其实，至少堪比一个2线明星的量级。校站新专辑《我们》歌曲皮肤超1000万人使用，是否有被震惊到？不是100万级，而是1000万级，并对校站新专辑里的歌词做了解析。漂流，躺在一座孤岛醒来，攀上悬崖的顶端。孤岛可以理解为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，冷暖自知，但孤岛并不是真正的孤岛，而是人内心世界的映射。你的感受，你的情感，你的处境，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别人不懂你，不了解你，也不会想要知道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是非在己，毁誉由人，得失不论。是非对错其实是由自己的内心判定，名誉的得失是由别人评判。福祸相依，得失无定，只有自己才能深刻的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想去哪儿，怎么把自己从泥潭里救出来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很多事情的发生，按照规律和现象来看，可能就是必然事件。坦然接受和面对一切，接纳自己。眼睛被蒙上了色彩，配合善解人意，伪装的姿态。最初的自己就像一张白纸，需要在不断在探索世界的旅程中描绘属于自己的色彩，丰富自己，变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。旅程中，认为自己看到的世界应该是多姿多彩的，令人流连忘返，但实际上现实是残酷的。身处一个大染缸，想要独树一帜，不随波逐流很难。心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，当然也不会是坏的改变，而是学会了复杂与谨慎，说话做事滴水不漏，学会了一些生存技能，清楚了解生存法则，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但是内心深处依然有最纯粹的天真与善良，对世界充满爱与期待，释放善意。2. 灯塔，就算脚下荆棘，我愿奉陪到底。去大海的中心，一意孤行，在黑夜的孤岛，也要逆着浪潮，走捷径随大流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，也是贴合现实的。但是依然有人选择走一条最难走的路，过属于自己的独木桥。一条路走到黑，看起来是一意孤行，实际上是身处逆境，依然具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和奉陪到底的倔强，以及不服输、不认输、不低头的乐观与坚韧的精神态度。不管在如何贫瘠的土地上，都能够扎根和生长，并且走捷径随大流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容易。而在这条满是荆棘的独木桥上，却是危险与机遇并存，充满无限可能。将我的名字散在风里，再交给时间回答。风具有传播的能力，蒲公英的种子就能随着风的传播而四处飘散，来到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时间会给出答案，散在风里的名字就是希望的种子。等到时间再来回答时，外面早已一片生将然，全是收获的喜悦。3. 夜行人的独白，发一条没应有的呼救，换几个点赞之交眼球，忍住来自宵夜的问候。越晚购物车越自由，向别人倾诉苦闷，换来的可能有安慰，有同情，但是不一定有感同身受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闷，谁又能感同身受谁？不要陷入向外界寻求认可的恶性循环中，而是要懂得自我肯定、自我滋养，负能量自己消化，找到这一种自洽，然后打起精神向前看，享受孤独，也是享受自由。在喧嚣闹市之中，给自己留一片净土，可以过滤所有的疲惫与烦躁。对陌生认真，对熟悉残忍，对峙对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喜欢你的人，自然也会有讨厌你的人。你要做的是让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，有一个清醒认知，不因外界的干扰，对陌生的负面认真，内耗自己，学会筛选，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不断前进。熟悉就是能够对你有帮助的，思想三观一致的人或事，而陌生就是来干扰你，阻止你前进的困难险阻。
认真就是掉入陷阱，但不入局方可破局。谁伤害了你，你就找谁，恩怨分明。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强大的好人。4. 不要回头，我会沿着那道光一步步丈量，就算碰撞也是我的回响。自己选的路，即使跪着也要走完，绝不回头。不要回头，有问题改正，勇于承担责任或后果，并坦然接受。无止境的纠结于过去，会陷入负能量的极致拉扯之中。要明白，过去发生的事无法改变结局，再来一次也是同样的结局。当时的能力、认知与智慧就决定了你的选择，会做什么，怎样看待和处理问题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，走得稳当，不再徒增遗憾。带着我的倔强，向着光的中央，让汹涌的风浪推着我前往。有自己的倔强，也有自己的骄傲，即使身处困境，也有自救和向上的勇气，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舞台中央。发现舞台下方原来有这么多人没有离开，期盼自己的到来。不要回头，不因一时挫折而抛弃全世界，相信依然有人会在下个路口等你。5. 归零，现实与梦境一起归零。现实是已经发生的事，梦境是人的内心活动映射，一起归零，就此打住，重新出发。时间倒流，鸦雀的低语，无声的叹息，和谁的秘密。时间不会倒流，生活却能够重新开头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其他人说去吧。6. 晚安，平淡就是幸福，幸福来源于生活，简简单单，顺顺利利，道一声晚安就可以感动很久。活在现实之中，去爱具体的人。巨人手指上的灯，照亮了所谓的阳关道，但是这一双大手看着有点儿诡异，像是被操控的木偶，僵硬冰冷，没有思想和灵魂，只剩一副躯壳。四周是黑暗的深渊，说明潜藏危机，极度危险。这哪是阳关道？一切都是虚假的表象，骗人的阳关道，危险的阳关道。坐在一根电线上，插头已拔出了半截。所谓的独木桥其实也很危险，别人不敢走，但是他敢走，而且还顺利打开了开关。灯亮了，世界也亮了。坐在独木桥上，看着灯塔的方向，虽然看起来也像看日出，但有种拨云见日之感。手的云开见月明，脚下是翻滚的云朵，高处不胜寒，但是此刻却祥和而美好，具有一往无前的勇气，无惧风浪，就算掉下去，也能爬上来，漂流到一座孤岛。看似一座孤岛，实际上这里是属于自己的快乐乐园，难得的人间净土。这里可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，有激动人心的探险，还有舒适与自在。在这座孤岛上，你可以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，经历宛如童话般的美好奇遇，知道自己找寻的是什么，获得冲破黑暗之后的宁静，然后坐在舒适的沙发上，徜徉在自己的世界中。这是本真自我的回归与释放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快乐就是，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。快乐就像。